大家好，我是米拉爸，今天要来挑战从高雄市区拍深空摄影。然后这个是我新买的，这叫 Dwarf 3，它是现在比较新出的智慧型的深空摄影机吧，因为以前没有这个品类，它是后来才出来的。不然像我之前拍深空啊，你要架脚架啊，还要架赤道仪啊，然后再做一堆东西，然后你可能还要电脑设定那一些。但是现在只要有这一台就可以了，它可以让你比较轻松简单的拍到深空摄影。然后我就来试试看，因为今天天空还算蛮晴朗的，前几天我都等了很久。上礼拜高雄空气都不好，天气也都有云，然后这几天有高压，所以天空比较晴朗。今天就来试着看，在高雄市区这个光害等级是有一个标准的，高雄市区大概是9吧，就是算是最严重的那一种。然后我们就看高雄最严重的市区能拍出怎么样的深空吧。先来大概看一下现在天空的情况，其实现在才刚日落啦，现在大概6点多，快7点。然后我只是先上来架设器材，这边隐约就可以看到一些星星了，最主要就是没有云。我们拍这个最怕的就是有云。那因为这个啊，一般人真的是没有见过，所以我再多说几句。看，就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完全不像个摄影机，但是它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智慧型摄影机。它的镜头在这边，而且它有2颗镜头，这个是望远镜头，这是广角镜头，然后它就可以让你大致看现在它的镜头的范围，取景范围，因为它这个是长焦，你如果只有长焦的话，你会非常难看到你拍摄的东西。它其实就是给一般完全没有基础的人用的，但是你也可以用比较高阶的处理方式去使用它。那我现在脚架设在这边，这边是北边，你可以直接放在地上，它会自己跟踪。但是因为你如果没有对抗地球的自转的话，它那个取景的范围，它会将影像也会慢慢旋转，变得你可以用的只有中间那个部分。那你如果想要整个画面都是一直持续的跟踪你想要拍摄的天地的话，你就必须要使用赤道仪模式。赤道仪模式的话，你必须先把这个东西对准北极星，这样它就可以跟着地球一起自转，然后你的画面就只会有一点点的损失。那我现在脚架设这边就是面向北边，这样子对准北极星之后，它就可以跟着地球这样一起自转。太复杂的我也不多说，它主要就是脚架要保持水平，这个脚架你一定要先弄好水平，不然它在跟踪的时候，它就会精度会有问题。然后把它放上去，因为我们高雄大概是位在北纬23点多度嘛，然后所以这边就是对准北极星的方位角跟那个高度。接下来打开电源，短按一次打开电源。今天是2月10号晚上大概6点45分左右，然后现在开机了，我们就来进行配对。好了，我是用 WiFi 的连接方式，不是直接跟它连线，是这个它的摄影机先连到我的 WiFi 基地台，然后我的 iPad 也是连到我的 WiFi 基地台，所以这样子我到任何地方只要能接收到我的 WiFi， 我都能直接连线。然后现在这个页面点击拍摄，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是广角，一个是望远端，我们必须先做赤道仪的模式。然后因为它有 GPS， 所以它知道我的地点，然后它就会大概侦测我们的北极星在哪里。然后你只要照它的教学稍微对一下，其实不是很困难。我们就点击下一步，然后它可以开始照天空的资料去校正。这个过程其实有时候很久，有时候很快。但你一开始镜头朝向天空比较快，因为我这4周其实都还是有房子围绕，有时候它对到房子或是遮蔽物太多的话，或是有云啊，它就会耗时很久，然后也找不到。看，因为我这个脚架我前几天已经有来试过了，所以它现在误差很低，它现在只有说误差1度。如果你想要完美的话，就可以更精确。更精确的话，它的跟踪的时间就可以更长。那我试看看好了，下压1度。好，尽量了。好，没关系，其实这个已经不错了。就按准备好了吧。这个时候，它现在真的很简单。我之前用赤道仪那种比较人工的方式的时候，我光是对北极星我就非常困难了。然后对完北极星之后，
那个精度问题又是困扰我很久。更大的困难是你要找星星的时候，因为这个光害很严重，你根本看不到星星。所以真的，以前的天文摄影门槛真的太高了。那现在就很简单，你可以直接选说你想要拍什么目标。像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拍码头星云，我不见了，看一下码头星云，在猎户座这边，码头星云，对，这边。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用赤道仪模式的话，它这个取景的框就没有办法旋转了，你就只能照它这个规定的样式去拍，那也 OK 啦，我们就这样吧。然后它现在就会开始跟踪了，它会尝试去寻找那个目标。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四周的环境，就是你看，其实遮蔽物很多，最讨厌的就是这栋建筑物，等于我下半夜的时间，好像大概12点多吧，这边都会被它挡住，我就没有办法拍了。然后四周其实遮蔽物蛮多的。他已经找到目标了。以前完全不敢想象，在市区光害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可以这么简单的就寻找到目标。你看，虽然他已经找到了，但是肉眼其实根本就看不到东西。然后这个是望远端的情况，也是你根本看不到东西。那这样我们就是要用叠图的方式，你要设定好参数。因为是在高雄市区，然后我就觉得双载带它可以有效的克服光害啦。然后给它30秒，因为我还是怕说可能风大啊，或是有什么跟踪精度的问题。我觉得30秒对我来说是比较保险的，帧也不用太高，60万精油的设定60，拍摄像素是999，没关系，你可以自己慢慢看它之后效果会怎么样。好，现在时间差不多7点整，我们就开始拍吧。看起来不像在拍照，但这次就是在拍照。拍照。它虽然已经有内建锂电池了，也可以拍大概4个小时吧，但是我还是帮它加个行动电源，让它可以更耐久。补充一下，你按下拍照键之后，再回到房间前，你可以先看第一张，确认一下它的跟踪有没有问题，免得你等下还要再跑上来。看一下我这拍完之后嘛，放大可以确认说这个星点它是圆圆的，它没有脱线，这样就基本上就是没有问题，而且对焦点也是 OK 的。只要对焦跟跟踪精度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是看天气了。难得有夜空，还是就在这边先讲一讲好了。然后我们看这个画面啊，现在已经这上面的数字就可以显示，它现在已经拍了10张，但是只有9张有叠图，可能有一张就是第一张我们可能移动到，它就没有把它叠进去。然后可以现在看到预览的画面其实还是很模糊，只有淡淡的影像。好，这边就是它现在叠完暂时的样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码头有隐隐约约的出现，它这张照片左边就是有非常多光害的样子，然后它里面有个曲线啊，你可以让你可以轻松的看一下你现在拍摄的目标，基本上就是让亮的更亮，暗的更暗，让它对比增加之后会看得更清楚。好，但没关系，我们就拍看看吧。因为刚刚觉得码头星云构图没有到很完美，我临时决定，刚刚发现我一直想拍的 N31天女座大星系，接下来就可以去客厅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做别的事情，然后看它拍摄的情况。好了，回到家里了。你看，它现在已经叠55张了。人家都说距离会产生美感嘛，对我来说，这种深空摄影就是最能体现这种距离美的。你要想象它是从几百万光年之外的地方传过来的讯息，你就觉得哇，真的超级浪漫的。然后我现在调个曲线，看能不能右边都是光害的地方。好，大概先这样。可以看它在这边有一个它的圆盘。这个就要累积足够多的时间，我觉得我今天可能时间会不太够，它可能没有办法让它很清楚。把它弄低，我刚刚调低一点，对，就这个。有些人光拍这个就拍了10几个小时，我可能只能拍，因为它快下山了，可能只能拍10几分钟吧，那就看10几分钟的成果会怎么样吧，那就继续拍咯。
其实这种智慧型摄影机啊，最早是2017年法国的 Steadina， 后来才有更平价的 GWO 和 Dwarf Lab 产品。但之前那个影像品质，我觉得不太能接受，所以就观望到现在。真的感谢有这种大幅降低深空摄影门槛的器材技术出现，才能够让我现在躲在家里就能够轻松及时监看拍摄情况。但深空摄影拍摄其实只占一半，处理后续的照片更是重要。处理深空摄影的照片跟普通照片修图完全是两个世界。与其说是摄影，我觉得更像是收集资讯以及处理资讯的工作。普通白天的照片啊，你可能60分之1秒的曝光时间就会过曝了。深空摄影的曝光常常都是几个或是几十个小时来计算，再从最底层的线性资料把资讯提取出来。光是这个步骤我就觉得很有理工人的浪漫了。详细过程我也只能算新手，我就简单略过吧。如果有够多人留言有兴趣，我再分享我的简易处理过程吧。好了，那我们就来看成品吧。第一张的话就来看这个码头星云，然后这个是机内它叠完图之后，它会自动先帮你叠出一张。如果你想要比较简单的话，你不太会后置，你也可以用机内的一键后置。那这边就是我自己后置的。这张因为曝光时间不太够，所以它讯噪比不太够，所以看起来还是脏脏的。边边我也没有裁掉，因为我觉得这张还不是我的最后的完成品，所以我就先大概处理看看。之后有时间的话，我会继续累积曝光时间。然后这张就是仙女座大星系，这也是机身直出的，然后这个是我后置过的，看起来还可以，但是它的讯噪比还是不太够，所以看起来脏脏的。我也是硬把它后置成这样子，这个可能还要再曝光个几十个小时吧。而且它因为比较靠近那个地平线了，所以它受到那个大气污染啊、光污染的影响比较大，看起来就蛮糟糕的。然后这张也是机身直出的，这个是圣诞系星团，看这个差别会比较大哦。后面这个就是我后置过的，有没有？它看起来中间是有个圣诞树的样子，但是因为我拍摄经验不太够，我现在不确定这个红红的是这个双载滤镜拍这种发射星云本来就这样，还是我没有处理好，还是讯噪比不足，这个之后我再看看好了。然后这张是我昨天晚上，因为后半夜我想拍的都被建筑物挡住，我再找了一个后半夜可以拍的目标，后来就选定了这个 N101 的风车星系，然后这个是机内直出的画面，这个是我后置过的画面，其实看起来还是蛮糊的，但是真的很了不起了，因为它是在这么遥远的光年，而且它是个星系耶，是个螺旋状星系，我真的觉得如果我再花个几十个小时把它曝光好的话，应该会很漂亮。接下来这张是我觉得比较能算得上是完成品的，这张是 NGC2244 玫瑰星团，这个它也是发射星云，然后这张是我前天拍，那个时候曝光时间也没有很长，大概20分钟，所以第一次后置起来就是脏脏的，看起来讯噪比也不是很够。但是为什么说后置很重要？因为同样的这个资料，我第二次再处理，它就变成这样子，有没有？就差很多。虽然是一模一样的资料，但是你用不一样的处理手法，它就可以得到更好的画面，完全就看你有没有办法把真正的资讯提取出来。接下来这张是我后来拍了4个多小时，资料量更多之后，它讯噪比变高，所以它整个处理起来就非常的容易。这张不用太耗费我的心力就可以把它处理得非常漂亮了，有没有觉得还蛮厉害的啊？不是说我厉害，是指说在9级光污染的高雄市区，居然也可以拍出像这种的星云星系，我自己是觉得这是我之前都不敢想象的，没想到现在我不用去深山野岭，我也可以在家里拍出这样子的画面。等我之后累积更多的拍摄时数之后，再分享更多的深空摄影给大家看。那以上就是我这次的高雄市区深空摄影分享啦。想要继续看这种冷门深空摄影系列的，也可以在底下留言，你们的留言就是我继续拍这种冷门题材的最好的鼓励。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米拉爸，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拜拜。